大学毕业后，我不顾妈妈反对，放弃高薪工作，返乡同她一起创业。没想到赚钱后第一个对我们母女发难的，竟是自己的亲舅舅。你们娘儿俩做粉条，每年赚100万，用的是我家院子、我家水、我家的电，所以这个钱怎么分？咱得有个说法。大舅，你算的是毛收入，还要刨去原材料红薯、人工、水电、包装、运输等成本呢。这些话我早就听腻了，以后你们娘俩每年必须分我50万。我妈出技术出配方，我出渠道和运营，您只出个院子就想分50万？你们回村创业是我把院子借给你们的，你们现在赚钱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，想得美。3年来，除了给你们应有的收益外，收你们家的红薯每斤要比村里人贵2毛，工坊的房租也一分不少的给了我舅妈，并且每次逢年过节，我妈不仅给孩子钱，还往家里添置东西。你们家现在用的4开门大冰箱还是上周买的，大舅咱们得讲良心啊。哼，那是你们应该的。本以为舅舅的离开是良心发现，没想到工坊当晚就被停水停电，我跟妈妈辛苦1周制作的粉条全变质了，损失数万元。最终我和妈妈决定搬出舅舅家，绝不能让舅舅一家趴在我们身上吸血。最终舅舅当着列祖列宗的面求我们回家。周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，周大山知错了，我对不起淑芳，我不仅吞了他的地，还高价卖红薯给他，我不应拉电闸、掐水管，往他的水里倒酸菜水，我不该毁他的粉条，更不该逼迫他们给我分成，我错了。妈，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他拉电闸、掐水管，那200斤粉条是咱俩从早上5点忙到晚上9点做出来的。他说毁就毁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你还同意？妈，他要是真把你当妹妹，他就不会做这种事儿。妈，我知道你重感情。姥姥走的时候你才15岁，你和大舅相依为命长大，但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人是会变的。妈，200斤粉条全毁了，咱不能再这样被欺负了。瑶瑶，给村长打电话，租下村头的旧磨坊，咱们今晚就搬走。妈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妈，这破棚子能行吗？破是破了点儿，但这柱子没老化，还结实着呢。咱把棚顶翻新一下就成，并且这里的空间比你大舅家的院子还大，更方便我们晾粉条。那就这里。这个磨坊是村集体的，闲置7、8年了，没人管了。淑芳，你要是租，可得自己想办法修。村长，我都计划好了，多少钱1个月？你要是真想租，我给你免租半年，后面每个月500块钱，但前提是你自己把房子和这大棚修好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行，你们先忙着，晚点到村委会把手续办好就成。妈，这里是破点了，但我们终于能有自己的作坊了。从今天起，咱自己说了算。走，回去收拾东西。收拾什么？把咱们的东西从周大山家搬出来，锅、架子、包装袋，一样不留。大山，50万得多少张啊？咱这麻袋装得下不？俗气，装不下的，打卡里。别忘了把改好的合同给他，4、6分，咱6，他4，让他签字。放心吧，咱老周家今天终于要发财了。人呢？大山，淑芳这是搬走了，怎么50万分红还没给呢？大山，你说他们能搬哪儿去？村里哪有人敢租院子给他们？哼，他能上哪儿去？没准就在哪个犄角旮旯哭鼻子呢。一个老娘们儿离了咱们家院子，他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就是，等他知道厉害了，肯定乖乖回来求咱们。大山，你看那是不是淑芳啊？还真是。走，咱们去要钱。大山，咱把分红要出来只是第一步，第2步就是不能让他在这地方干起来。
为啥？你傻呀！他要是在这里干起来，咱们后续就拿不到分成了呀。桂英，还得是你啊！你说的太对了。想自立门户，先把答应我的50万分红给我。没有。淑芳，啥意思？50万分红是你昨天亲口告诉我的，这就是你欠我的。哥，我不欠你什么。周淑芳，你当年念书的钱是谁出的？爸妈走得早，要不是大山供你上的学，你能有现在？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你现在发财了，却一点都不想着你哥。舅妈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妈怎么忘恩负义了？我妈在你家院子做粉条，3年来房租水电少给过你们1分钱吗？我妈做粉条的红薯从你家地里收的，并且价格还比市场价高2毛，没错吧？是她应该的。还有，你说我妈念书是大舅供的，大舅，你自己说，我妈当年读书的钱到底是姥姥留下的，还是你自己赚的？姥姥走得早，留了3万块钱，说好了是给我妈念书用的，可大舅你呢？我咋了？我不也是你姥姥儿子？我花点咋了？你那是花，要不是我妈先交了1万学费，这点钱全让你输光了。3年来，我妈哪里亏待过你们？哪次逢年过节，我妈不给你们家添置东西？你们家现在用的4开门大冰箱是谁买的？你们怎么有脸说我妈忘恩负义？哥，你今天来到底想要什么？说清楚。你昨天答应我的50万分红得给我。没有。30万，你给我30万，现在就可以搬回我家院子，水电马上通。大舅，我妈赚的每1分钱都是她拼着老命赚来的，凭啥分你？还有，您让我们搬回去干什么？继续让您拉电闸掐水管，继续让你吸我妈的血汗钱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山好心好意让你们搬回去，别不识好歹。够了。哥，小时候你背着我过河，照顾我，有人欺负我，你总是第一个为我出头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，但现在妈，这里有10万块都给你。你啥意思？你拿着10万块打发叫花子呢？妈，这是第1批粉条的启动基金，给大舅他们了，我们怎么做粉条啊？没钱妈可以去借，但有些东西该断了。哥，从今往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各过各的日子。瑶瑶，送客。走走走，我家院子容不下脏东西。我呸！白眼狼，谁稀罕待在这儿？妈，您做的对，大舅根本不是念及亲情，他就是看中了你的钱。我知道，从他拉电闸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回不去了。来，帮我把锅扶正，咱们的日子重新开始。好嘞。还有5分钟，咱们书房作坊的第1锅粉条就要出锅了，得拍下来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哎呦喂，还真给石头出来了。这瓦片铺的花了多少钱呀？淑芳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来干嘛？听说书房作坊的第1锅粉条马上就要出锅了，大伙儿都想来看看热闹。就这能卖得出去？这锅又破又旧，火候又不稳定，做出来的粉条能有嚼劲儿？你之前在我院子用的都是好灶台，温度均匀，出品稳定，现在用这个土灶能比吗？我妈能做出好粉条，靠的是20年练出来的好手艺，不是因为谁家的破灶台。是吗？那你开锅看看啊，光嘴上说有什么用？我就不信了，这破灶台能做出什么好粉条来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开锅。淑芳，这锅又破又旧，肯定做不出好粉条。你现在求求哥，你们搬回去，咱们都好谈。要是这口锅一揭开，这粉条品质不如之前的话，你再跟我谈搬回去，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大舅，你现在这种小人得志的状态真让人恶心。你怎么跟你舅说话呢？你舅出于好心帮你们，你们别不识好歹。更何况你舅认识的人多，还能帮你们介绍客户呢。我妈做的粉条质量高，不愁卖，销路我们已经搞定了，这第1单就是100斤。100斤？真的假的？我就说淑芳行吧，1天100斤，1斤15块，那岂不是1天就能挣1500块啊？那1个月得挣多少钱啊？大山，这生意要是让他自己做起来，咱们啥都得不着。你的方法靠谱吗？放心，我有准儿。100斤倒是没多少，
品质先不说，这破锅做出来的东西真能交货吗？就是这锅不仅破还这么小，质量和产量都上不去，你这生意也没法做。依我看，你们娘俩搬回我们家最靠谱，我给你帮忙，然后给你分红是吧？那我们帮你干活，你们给我分红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说半天不还是想要钱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是怕你妈砸了自己招牌，让全村人看笑话。不劳你们费心，我和瑶瑶忙得过来。我妈做粉条做了20年，在食品厂干了8年，技术过硬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锅，用什么水，她做出来的粉条都是最好的。至于那100斤订单，肯定没问题。哼，自吹自擂谁不会？这锅掀开就一切明了了。就是，快开锅吧。不过这第一锅粉条要是做坏了，你这淑芳粉条的招牌可就不保喽。不能，人家淑芳做了20多年粉条，咋能会出问题呢？就是淑芳这么稳妥的人，怎么可能让大家看笑话？一会儿锅掀开你们就知道了。各位乡亲，今天是我们淑芳粉条新作坊的第一批粉条出锅的日子，感谢大家来捧场。时间到，第一锅粉条开锅。起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就是你们说的最好的粉条。这一锅是什么东西？猪食吗？淑华，哥不是说你啊，但你这玩意儿能交货吗？做粉条本来就有失败的概率，这一锅出现问题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云瑶啊，你刚才话说的多硬气啊，结果呢？打脸了吧？瑶瑶，别说了。妈，淑芳，你不会是为了省钱用了过期淀粉吧？桂英，别乱说，淑芳不是那种人。那怎么回事？同样的手艺，在我们家院子做得好好的，怎么一到这破磨坊就做坏了？该不会是有些人啊，离了咱们家的锅和水就不行了吧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淑芳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谁还没个失手的时候？你要是想通了，随时回来找哥。不过下次再来，合同可得重新谈了。淑芳，100斤订单别忘了啊，人家还等着你的粉条呢。我做粉条20年了，从来没有做成这样过。妈，这不怪你，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我们找出来就行了。为了做这锅粉条，凌晨3点我就起来，淀粉是新买的，火候我盯了1个小时，每一步都是按照你姥姥教的方法做的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不对，正常的粉条就算再怎么坏，也不会酸成这样。瑶瑶，昨晚泡粉条的水在哪里？我都浇菜地里了。我猜是有人往泡粉条的水里加了大量酵母和酸菜汤，这才导致我们的第一锅粉条发酸发烂。昨天我看见大舅和舅妈他们鬼鬼祟祟在院外，不会是他们吧？妈，咱们现在就报执法。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放的，报执法也没用，最多就是扯皮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们欺人太甚，这事儿我们一定要一个交代。瑶瑶，你联系王总，3天后让他亲自过来拉货。妈，咱第一锅粉条做坏了，能按时交货吗？我自有办法。然后你去镇上买2样东西。什么？水质检测试纸和摄像头。太好了，妈终于不再被道德所绑大，想要活出自己的人生了。好，我去买。大山，你说他那一锅坏了，会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？怀疑什么？抓贼拿赃，他看见咱们了，还是有什么证据？
那就好。那天看他那锅粉条的样子，我差点没笑死。你是没看见他那个脸，白得跟纸一样。哼，他以为搬走了就没事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永远不知道周家谁说了算。不过大山，我听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那100斤的订单没受影响，镇上食品厂那个王总明天亲自开车来村里收他的粉条。咋可能？头锅都坏了，他还能如约交出100斤粉条？拿什么交？拿那锅浆糊？谁知道呢？我听张婶说，他们娘俩这2天3更半夜还在忙活，棚子里的灯就没灭过。大山，你说他该不会真有什么秘方吧？大山，千万不能让他把这100斤订单交出去。那王总是个大客户，要是以后和他长期合作，咱就真的连1分钱都捞不着了。他做一锅，我坏一锅，我就不信他真能做出100斤粉条。淑芳姐，好久不见。王总，路上辛苦了。你们又来干嘛？哟，王总是吧？我是淑芳他哥，周大山。王总，您这趟怕是白跑了。什么意思？您不知道吧？我妹子的头锅粉条在全村人面前做坏了。就是那一锅出来跟浆糊似的，酸不拉几的，看着都恶心。就这种东西能吃吗？是啊，那天我亲眼看见的，一锅全坏了。可不嘛，我站得近，那味儿打鼻子。王总，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妹子确实能做出好粉条，但那都是以前在我家院子做的，现在她在这破地方啥也做不出。您这100斤订单，她拿什么交？王总，我们大山是真心为您着想。您做食品生意的，要是进了这种劣质粉条，顾客吃了出问题，您的招牌可就砸了。就是，您还是回去吧，别在我妹子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这单生意做不成的。淑芳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总，周大山说的对，我今天确实交不出100斤粉条。什么？交不出来？那他这一早上忙活什么呢？我就说他不行吧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他自己承认了，交不出来100斤粉条，他交不出来。我就说嘛，你那破锅、破灶、破水，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100斤，做梦去吧你！王总，您看到了吧？我妹子这人做生意不讲信用，订单接了，货交不出来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我跟您说，这种人，您以后千万别再合作了。今天敢接100斤交不下来，明天就敢接1000斤跑路。王总，您可要小心自己的钱包啊！哎，淑芳这回可真丢人啦！当着外村人的面儿，我以为他能翻身呢，结果……乡亲们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我妹子周淑芳在外面干了几年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回来就跟我翻脸。现在呢，订单接了100斤交不出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丢我们周家村的脸。我们周家村的人祖祖辈辈讲究一个信字，答应了别人的事儿，就是砸锅卖铁得办到。可他呢，他这是败坏我们周家村的名声。以后外面的人提起周家村，就会说那是个出骗子、出赖子的地方。王总，虽然我妹子交不出来粉条，但我有门路，我给你介绍别家。我今天是专门来收淑芳姐的粉条的，我只认淑芳姐做的粉条。淑芳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总，我们今天确实交不出100斤粉条，但我们承诺3天后上门给您送上150斤。这多出来的50斤，是我们为表歉意免费赠送的。王总，你可别听他吹牛，就这破作坊，他们3天后能做出150斤粉条？不可能的。他们这是想拖时间呢。王总，您还是赶紧换别家合作吧，别耽误了您的生意。我和淑芳姐在食品厂一起工作了8年，我信她的人品。这3天
我等得起。淑芳姐，3天后见。切，真是个蠢货，货都没看到，还愿意多等3天。照他这样做生意，准赔。淑芳啊，你这原本3天100斤都做不出来，现在答应王总3天做150斤，你要再毁约，我们周家村的脸面可就被你们娘俩彻底丢没了啊！桂英说的对，咱周家村的面子不能一而再的被丢。3天后，你们要是交不出货，就滚出村子吧！周家村容不下骗子。淑芳，听见了吗？3天后你交不出150斤粉条，大家伙可容不下你们了。听哥的，还是回我们家做粉条吧，保险。大舅，我和我妈3天后要是交不出粉条可以走，但在此之前，咱们的账还是算清楚比较好。你们有钱了？要给我分红了吗？哎妈，真的假的？这也太惊喜了！对，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大山，这不是你们2口子吗？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俩这是干啥呢？大家看清楚了，头锅粉条为什么会坏？不是我手艺不行，不是锅灶不行，是有人往泡粉条的水里加了酸菜汤，还有大量酵母。原来如此！你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？哥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我天真的以为我给了你10万块钱你就会收手，但你没有，你回我1锅粉条不够，还要回我第2锅、第3锅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彻底搞垮才满意？淑芳，我就是想让你回去。你想让我回去，只是想贪我粉条生意赚的钱。周大山，你就是趴在我身上吸我血的蚂蟥。周大山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往你亲妹妹的水里掺东西！天哪，我们刚才还跟着起哄，原来是他在搞鬼，太缺德了！亲兄妹妹啊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报执法，必须报执法！都别吵了。大山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淑芳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不是人，我就是眼红，我见不得你比我好，求你别报执法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我可是你亲哥。你断我们水电，将我们逼出周家时，怎么没想到你是我妈的亲哥？村长，既然您来了，就直接把周大山夫妇送到执法局去，证据都在这里，监控视频、水质检测报告，我们报案。淑芳，我真知道错了，只要你们不报案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周大山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不止1次。淑芳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是……解释的话，你留着和执法说吧。淑芳，3天后是咱妈的忌日，你好歹让我给咱妈磕个头再走。妈走的时候，拉着咱俩的手说：“淑芳，要是哪天你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妈求你念及亲情，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妈！淑芳，是哥对不起你，是哥对不起你。妈，你没事？好，这一次我原谅你，不是因为你值得原谅，是因为妈走的时候我答应的事儿不能不算。但是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周大山，你听清楚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原谅你。若再有下次，我不会再留情面。淑芳，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伤害你的事儿了。村长，劳烦您跑一趟，我们不报案了。淑芳，你真想好了，不报案了？他又不是下毒，这次只是损失了一些原料，也没有人受伤，就给他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吧。但证据我留着，以防万一。大山，你妹子给你脸，你得兜，以后再犯浑，不用淑芳报执法，我第一个把你送进去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别看热闹了。就在家气仗真都是啊。大山，你这几天没事儿吧？没事儿。我看你天天坐在这儿盯着那边看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大山，你真的认了，以后不找淑芳了？他在全村人面前让我丢脸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大山，你可别乱来，他手里还有证据呢。村长说了，再犯就直接送进去。
放心吧，这次绝不会再出差错。妈，这是第多少箱了？12箱了，还差8箱，再搬4箱就齐了。150斤，妈，咱们真的做出来了。这批粉条送过去，王总满意了，以后就是长期合作，咱们的牌子就算立住了。那快搬，搬完赶紧出发，王总还等着呢。大山，马上搬完了，你那法子有用不？你在这把风，我去把他粉条全毁了，看他拿什么交货。妈，咱们以后赚了钱，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先把借的钱还了，然后给你在城里买套房。我不要房子，我要给你买个好灶台，不锈钢的，带温控的那种。行，听你的。想给王总送粉条，想自己发财，做梦！妈，最后几箱了，搬完咱们就走。动作快点。大山，快点儿，他们要出来了。大山，咋着火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咱快跑，被发现就完了。妈，不好了，咱们的粉条着火了！水，快拿水！150斤，妈，150斤全没了。这都是我们的心血，每一根都是我们一滴汗一滴泪做出来的，咋就没了呢？天哪，淑芳，这是咋了？咋回事啊？着火了！张婶，我们的粉条全烧了，全烧了，150斤呢，咋会着火呢？好好的咋会着火呢？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周大山和李桂英躲在那边的墙角，鬼鬼祟祟的，我开始没多想，现在想想不会是……你是说是我大舅放的火？我也不确定，但这火烧的蹊跷，他俩眼红你家粉条生意也不是1天2天了，肯定不想你们做成和王总的大单。没错，除了他们还能有谁？这次绝不能像上次那样放过他们。妈，你不能再心软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大山，火灭了吗？有人看见咱们了吗？大山，我问你话呢！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？要是被人看见就完了，他这次不会放过你的。火不是我放的，我怕啥？再说了，我检查过了，院门口没摄像头，他不会找。书房，你咋来了？你这身上是咋了？周大山，我问你，我的粉条是不是你烧的？不是我，你别冤枉人。不是你，不是你是谁？有人亲眼看见你和我舅妈蹲在我家院子外面，你们不是在放火，是在干什么？谁看见了？谁说的？他胡说，他冤枉人！张婶亲眼看见的，你要不要去找他对质？周大山，你说过以后不会再做伤害我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把你当哥，我觉得人总会变好的，我觉得我原谅你一次，你就会知道好歹。是我太傻了，我说过，再有下次，我会直接报执法。淑芳，你不能报执法，我是你哥，我是你亲哥。淑芳，不要报执法，我承认我确实眼红想毁了你的粉条，但我只是把它们砸了，我真没放火。大山真的没放火，他虽然爱贪点小便宜，但绝对做不出杀人放火的事儿啊。
淑芳，我求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千万不要报执法。大山可是你亲哥，你真的要亲手把他送进局子吗？你们不是说火不是你们放的吗？那你们怕啥？执法调查清楚了，正好能还你们清白。我确实没放火，但执法来了，事情就复杂了。还有上次往粉条里倒酸菜水的事儿，执法不会把我抓走吧？火真不是大山放的，咱别报执法了，有事关起门来好好说，都是一家人。粉条着火时就你俩在现场，张婶都看见了，不是你们放的火还能是谁？别再演戏了，这一次我妈妈绝不会再心软被你们骗。妈，别犹豫了，马上报执法。您好，这里是执法中心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我要报执法。大山，完了，咱完蛋了！眼红自己亲妹妹的生意，往粉条水里倒东西不够，还放火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就是这种人还留在村里，谁还敢睡觉？太缺德了，亲兄妹啊！这不是人，这是畜生！要我说啊，这种人就不配住在周家村。今天烧淑芳的粉条，明天谁知道烧谁家？赶出去算了。对，赶出去。对，让他们搬走，搬走，搬走！周淑法女士，现场勘查的结果出来了。执法同志，怎么样？找到证据就马上把纵火的人带走吧。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故意点火的装置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有人故意放火，所以这次的火灾初步判定是意外。执法同志，你是说大山没罪是吧？目前没证据证明火灾和周大山有关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不愧是人民的执法，真厉害，一下子就还大山清白。大山，没事了，咱回家。听见没有？执法说了，是意外，我没有放火，你们听见没有？你们刚才不是要赶我走吗？不是要骂我吗？来呀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！是他冤枉我，他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是我放的火，他想把我赶出周家村，他想一个人独占周家的土地。你说我妈冤枉你，就算火不是你放的，你自己也亲口承认了，你想毁了我们的粉条，这事儿你敢说你没干？有证据吗？你拿出证据来。执法说了，这是意外，我没有罪，法律都不定我的罪，你算老几？就是你们没有证据就是诬陷。淑芳，你心太狠了，你想把你哥赶走，把周家的地全占了是不是？你们少血口喷人！瑶瑶，既然火不是他放的，该道歉的我们认。抱歉，冤枉你们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听到了吗？都是意外，散了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妈，大舅他们三番五次想毁我们的粉条，你干嘛还给他道歉？这事以后再说，咱们先把王总订单处理好。150斤粉条全烧毁了，王总的订单怎么办？大舅，你还不走？你们冤枉了我，害我在全村人面前出丑，差点被当成纵火犯抓进去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给我20万，精神损失费。20万？你现在反过来跟我们要20万，你有什么精神损失费？大舅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云瑶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别插嘴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在跟你妈商量吗？你急什么？你这是商量，你这是在敲诈！敲诈？云瑶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是你们冤枉我在先，你们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我是纵火犯，让所有人骂我，戳我脊梁骨，要把我赶出周家村，这些事儿你们不认了？就是，你们这是诽谤，诽谤是要坐牢的。我们家大山没跟你们计较，要20万怎么了？多吗？你们淑芳粉条做大了，一天挣好几千，20万对你们来说不就是毛毛雨？你以为执法说了是意外，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账都赖掉？你踹的箱子，毁的粉条，这些事儿不是你们做的吗？谁看见了？你们拍到了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法律讲的是证据，没有证据，你们说什么都是白搭。你别太得意了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天在看，天在看有什么用？天能把你那150斤粉条变回来？天能把给王总的订单处理好？云瑶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淑芳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20万不多，你2个月就赚回来了。
但你如果不给，你说食品厂的人要是知道你们书坊作坊的粉条接二连三的出事，谁还敢买你们的粉条？大舅，你什么意思？书坊粉条质量是不错，但是这个作坊啊，风水不好，邪门，老是出事儿。你说谁还敢买？淑芳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我不急，你慢慢想。20万1分不能少，3天内我要见到钱，不然……大舅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讹到我们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妈在食品厂干了8年，大家信的是我妈的手艺，是我妈的人品，不是你嘴里那些脏水。云瑶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风水，风水不好，再好的东西也没人买。3天啊，别忘了3天。妈，瑶瑶，帮我把棚子收拾一下。妈，大舅那边做好眼前的事。淑芳姐，你来了，粉条的事儿。王总，对不起，是书坊粉条又一次辜负了您的信任，没能按时交货。淑芳姐，粉条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不用道歉，不是你的错。订单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，我这边不急，你什么时候能做出来，我什么时候收。王总，我知道您是看在我们8年的情分上才这么宽容，但做生意最讲究诚信，既然我们违约了，违约金我们照赔。淑芳姐，抱歉王总，耽误您的时间了。淑芳姐，你回来吧，回厂里来，车间主任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，食品厂需要您的手艺，您一个人在村里做生意也不容易。云瑶也可以来，厂里正好缺一个做线上运营的，你们娘俩在一起有个照应。王总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能回来，不是我不领情，而是那个作坊是我和云瑶一砖一瓦搭起来的，书坊粉条4个字是我们娘俩一块一块印上去的，我不能就这么扔了，就算再难，我也要把书坊粉条做起来，绝不能让那些想毁了书坊粉条的人得逞。淑芳姐，你还是那个脾气，认准了的事儿，石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不过我相信你，我等着书坊粉条做大做强，发光发热。多谢王总。妈，我把直播棚搭好了，我想好了，以后咱就直播卖粉条。这能行吗？肯定行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这种直播，您就照常做就行，做得好了自然有人下单。那咱试试。试试。妈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开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书坊粉条直播间，我们主营纯手工红薯粉，性价比超高。淑芳，3天到了，钱呢？继续。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，家里来了2位亲戚，我处理一下，请大家稍等。淑芳，我问你话呢，3天到了，20万准备好了没？别装哑巴，给不给钱你倒是说句话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们就把你这破院子砸了。给什么钱？凭什么给你们？凭什么？你妈冤枉我们放火，执法都说了是意外，你们诬陷好人，不要赔钱。诬陷？各位朋友，今天我想请你们帮我做个见证，这个要20万的人是我亲大舅。我妈回村做粉条，是她主动把院子借给我们用的，等粉条做起来了，1斤能卖15块，她眼红了，要我妈妈把利润分她一半。我妈妈不同意，她就拉电闸掐水管，200斤粉条一晚上全坏了。大山，他在拍那个手机是不是在直播？我们搬出来，在旧磨坊重新开始，第一锅粉条却做坏了。为什么坏了？因为我亲大舅往我们泡粉条的水里倒了酸菜水。我妈妈心软，念在他是亲哥的份上，没有报执法，还给了他10万块钱说买断亲情。他跪在地上哭着保证不敢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我们天没亮就起来，一箱一箱搬，一箱一箱码，准备送去给客户的150斤粉条被烧了。执法说是意外，好，就算是意外，那
想毁了我们粉条的人是谁？踹箱子的人是谁？把粉条往地上踩的人是谁？也是意外吗？你别乱说，我们没有。大山，你说句话呀！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妈妈的亲哥，他从头到尾没出过一分力，没做过一根粉条，但他就是觉得我妈妈赚的钱应该有他一份，没有他就抢，抢不到他就毁，毁了一次不够就毁第二次，第二次不够就要20万精神损失费。我们为什么要开直播？不是因为我们想当网红，是因为我们的粉条被烧了，订单交不了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大舅，你不是要20万吗？你问问这1000个人，这20万该不该给？天哪，亲哥还是人吗？报执法呀！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！大山，网上全是骂咱的，咱快走吧！再待下去，连在县城打工的树林也要被骂了。走，快走！谢谢大家，对不起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周淑芳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我做的粉条，你们放心吃。对，从今天起，淑芳粉条不做线下批发，只做线上直播，每一根粉条的制作过程都在镜头前公开。你看到的是什么样，收到货就是什么样，大家放心下单。支持淑芳，这才是正宗神秘然，你下单的我眼泪都出来了，加油！家人们，这袋粉条是今天早上刚晾干的，大家看这个透明度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就是红薯淀粉和水。我妈做了21年粉条，每一根都是手工的，有想要的朋友直接拍3号链接，今天下单，明天发货。你拍第3项。好的，我记下了。妈，你猜今天多少单？多少？50单，500单。妈，咱们真的做起来了！这1个月大舅他们没来捣乱，咱们的直播生意越来越好了。村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淑芳，红薯地出事了，全出事了，虫，全是虫，密密麻麻的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这么厉害的虫灾。红薯叶子被啃得全是窟窿，地底下的红薯挖出来一看，全是虫眼，全烂了，一个好的都没有。我家的3亩红薯地是全家1年的收入来源啊！我家5亩地全完了。什么虫？红薯钻心虫，往年也有，但不严重。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爆发。淑芳，叔今天来是求你来了。村长，你别这么说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淑芳，村里的红薯地全毁了，我们这些种红薯的收光全没了，今年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淑芳，你那个粉条生意做大了，需要的红薯越来越多，叔代表村里人求你，你能不能把村里还能用的红薯收了，价钱你定，多少都行，我们不敢多要，够本就行。村长，不是我们不肯帮忙，而是我们的粉条生意也刚起步，现在虽然直播卖的还行，但规模小，收不了村里这么多红薯。我知道，但我也是没办法了。淑芳，你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？淑芳，求你了，帮帮大家。村长，村里的红薯我全收了。妈，谢谢你，淑芳，你救了咱全村人的命呢。淑芳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家快去把能用的红薯挖出来，运到淑芳作坊来。淑芳说了，今年的红薯她全收了。妈，这么多红薯收了咱能做完吗？村里有难，咱不能不帮。别担心，先把红薯收回来，我自有办法做成粉条卖出去。张婶儿，你这批比昨天的好，虫眼少，糖分够，做出来的粉条颜色正。淑芳，有你这句话，婶儿就放心了，就怕红薯质量不好，给你添麻烦。淑芳，我那个能过关不？能，糖分差一点，做粉条没问题，我给你算低一档的价，行不？行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
淑芳，我家的红薯，你看看能不能收？你家的红薯我们不收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不收我家的？我家也是周家村的，我家也遭了灾，我家地里的虫比谁家都多。你问我为什么？那我一条一条跟你说清楚。第一，当年姥姥走的时候，给周家兄妹俩分地，我妈名下应该有2亩地，但是有人趁着我妈年纪小不懂事，把那2亩地吞了，记在了自己名下。第二，我们回村后，我妈做粉条用的红薯一直从周大山家买，他给的价格比市场价高2毛，1斤高2毛，1000斤就是200块，1万斤就是2000块，这些钱不是小数。至于第3条，你们恶意涨分红掐水电回我家粉条的事儿，还要我继续说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抱歉，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，你们还是带着那堆破红薯滚回去吧。淑芳，之前都是哥对不起你，哥错了，但你也知道我家就靠这几亩红薯地活着，你要不收我家的红薯，我和你嫂子今年得饿死呢。周大山，你要我收你的红薯，行，但我有条件。只要你肯过往不咎，收了我家红薯，哥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当着周家列祖列宗，给我下跪道歉。我要你告诉咱爸咱妈，告诉周家列祖列宗，你吞了我的地，讹了我的钱，你要把我往死路上逼，然后向他们认错，向周家的列祖列宗忏悔。周淑芳，你疯了吗？大山是你哥，哪有哥哥给妹妹下跪的道歉？他跪的还少吗？但这次我要他真心道歉，做不到就回去吧。大山，他这是羞辱你呢。咱走，这红薯咱不卖了。好，我跪。大山，你疯了？你跪他干什么？他不收咱的红薯，咱找别人。你这个没骨气的玩意儿！好，明天早上8点，周家村村口，带着你家的红薯来，我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你过账，该多少钱1分不少给你，但是该你做的事1件都不能少。知道，我知道。呸！不要脸！对亲妹妹做了那种事儿，现在地里的红薯卖不出去了，想起来找妹妹了。天底下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就是，要我说，淑芳就不该收他家的红薯，让他烂在地里算了。这种人不值得可怜。淑芳会收的，这孩子心软，从小就心软。淑芳来了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是想让大家帮我做个见证。我和周大山之间的事，村里人都知道，我不在这里重复了。他确实做了很多伤害我、伤害淑芳作坊的事，但是他毕竟是我哥，他的红薯我收，但是在收之前，他答应我的事儿必须做。周大山，今天我把周家的祖宗请来了，你当着他们的面，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。周家的列祖列宗，不孝子孙周大山，给您们认罪了。我对不起淑芳，我吞了他的地，我高价卖红薯给他，我拉电闸掐水管，往他井水里倒酸菜水，我毁他的粉条，我要他20万精神损失费。淑芳，对不起。起来吧，周大山家的红薯我收了，过秤记账，该多少钱1分不少。红薯我先收下了，钱过2天给你。淑芳啊，谢谢你。大山，你这妹子多好啊！你以后别作妖了，好好过日子吧。就是，行了，都散了吧。瑶瑶，走，咱也回家。妈，咱收了这么多红薯，咋做得完啊？
而且这些红薯都生了虫，不能久放。别担心，妈有办法。咱们直播间下单的顾客越来越多，红薯也收购了，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手，才能把淑芳粉条做大做强。妈，还是你厉害，但1天80块，工钱是不是太高了？镇上食品厂老员工1个月才2000出头呢。村里遭了虫灾，大家都缺钱，就当补贴了。淑芳，你要招工啊？你看我行不？做粉条我不会，但洗红薯、打下手我都能干。行啊，咱作坊就缺你这种能干的。淑芳，我也能干。我力气大，能吃苦，脏活累活都丢给我就行。行，快进来。舅妈，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们在招工，我来报名。舅妈，我们招工是有要求的，手脚干净，做事实在，不偷奸耍滑。你觉得你哪一条符合？云瑶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不是人，我嘴贱心坏，贪小便宜，见不得别人好，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淑芳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不配，但我求你给我一份工，我能干活，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不能让那个家散了。少来这装可怜。之前你们做的事儿，我妈虽然既往不咎，但淑芳作坊也容不下会往粉条水里倒脏东西，时时刻刻想毁了我们粉条的人。云瑶说的对，淑芳收了你家红薯，已经是天大的仁慈了。回去吧，桂英，别为难淑芳了。就你和大山之前干的那些事儿，别说淑芳了，村里谁敢用你们啊？淑芳，大山他病倒了，发烧烧了3天了，起不来床，家里的地荒了，红薯卖不出去，他躺在床上连杯水都喝不上，求你们给我个工作，让我给大山赚点买药钱就行。赶紧滚吧，淑芳作坊绝不会要你这种人。明天早上7点准时到，迟到1分钟扣1天工资，偷懒耍滑当天结账走人，能做到吗？能，淑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行，回去吧，好好照顾。妈，你收他家粉条就算了，怎么还让他到淑芳作坊来做工？你真相信他会改过自新啊？既然他拉下脸来求我，那我便给他个机会，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他自己了。妈，你就是心太软了。好了，人也招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去做粉条吧，接下来有的忙喽。你今天去淑芳作坊干什么？做工，淑芳招工，我去报名，他收了，1天80块。你怎么能去他那儿做工？我们两家的事儿还嫌不够丢脸吗？要脸面有什么用？咱家的地荒了，红薯全折了，你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家里1分钱进账都没有。儿子在城里打工，打电话回来说这个月工资又拖了，咱不能这么下去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把周淑芳的粉条配方偷过来。你疯了！周淑芳的粉条为什么能卖那么好？就是因为配方好。只要拿到那个配方，咱们自己就能做粉条，自己做，自己卖，自己挣钱，挣大钱。桂英，算了，别去了，咱们别折腾了。淑芳已经收咱家的红薯了，明年好好种地，日子能过的。种地能挣几个钱？1年到头累死累活，挣的还不够儿子半年房租。大山，你甘心吗？你就甘心一辈子这样？你就甘心看着淑芳过得比咱们好？你好好躺着吧，配方的事儿我自有办法。淑芳，我力气大，我来。淑芳，我知道之前我做了很多错事，谢谢你不计前嫌，给了我这个机会。
我以后就跟着你好好干，有什么活你尽管吩咐我。那行，你把张婶和王嫂洗好的红薯都搬过来，咱做粉条。好嘞。桂英这是改邪归正了呀，真干起来了。早这样跟着淑芳干多好，淑芳人好，绝不会亏待了他家。妈，您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我带您去老中医家抓副药。没事儿，小毛病，院里东西还没收拾呢。淑芳，你就听云瑶的，赶紧抓药去。院里的活我来干。妈，走吧，先去抓药。配方肯定在里面。这盒子是周家祖传的，配方肯定藏在里面。妈，你慢点儿。我没事，药明天再抓也行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手机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忘带？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手机好像放棚子里了。您在这等着吧。舅妈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要收拾院里吗？我看棚子里有些乱，进来帮忙收拾收拾。我记得我走的时候抽屉不是这样的，难道……谢谢舅妈，不过天晚了，该锁门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那串钥匙他护得紧，吃饭睡觉都带着，谁也不让碰。铁盒子的钥匙肯定就在里面。哼，等我拿到钥匙，偷到配方，就再也不用看他们母女的脸色了。云瑶，你帮舅妈瞧瞧这锅粉条色泽咋样？我看看。色泽不错，可以出锅了。好嘞。哼。太好了，是粉条配方，我拿到淑芳作坊的粉条配方了。舅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妈好心收留你在淑芳作坊做工，你居然处心积虑想偷我们的配方。这配方本来就是周家的，他周淑芳能用，我为什么不能用？我妈不是那种藏着掖着的人，她早就说了，你们想学她可以教，但你为什么要偷？你用这种方式，就算拿到了配方，你用着不烫手吗？他要真这么大方，肯把他做粉条的手艺全部交给我，你们淑芳粉条早就完蛋了。淑芳粉条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妈的手艺和我们的运营，不是一张简简单单的配方。我呸！说的好听，要没有这配方，你们能做出这么好的粉条？云瑶说的对，我姥姥传下来的手艺不是用来藏着的，是用来做粉条的。谁想学，我都教，但是你不能偷。偷来的东西是脏的，手脏了，做出来的粉条也是脏。脏了的粉条，没有人会吃。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报执法。我早就发现他图谋不轨，故意把钥匙给他，录下了他偷配方的证据。我就不信，这次人证物证都有，执法还能判你们无罪？是我让他偷的。淑芳，是我让他来的，是我让他偷配方的。桂英，你别说话，让我说。我不是人。淑芳，你收了我家的红薯，让桂英到作坊里做工，
我居然还让桂英做这种事儿！你要怪我，要罚我，要怎么处理都冲着我来。他是被我逼的，他不想偷的，他真的不想偷的。不关大山的事儿，是我，都是我。配方在这儿，你们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。你不用偷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是我哥，你想学我教你，就像姥姥当年教我一样，一步一步的教，每一个细节都教，绝不藏私。姥姥写下这些字的时候，想的不是这个东西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她想的是这个东西不能失传，要让更多的人学会，做给更多的人吃。姥姥要是还在，她会骂你的，不是因为你偷配方，是因为你偷的方式太丢人了。淑芳，配方我不看，你收起来吧。等我哪天真的想学了，我光明正大的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说，淑芳，我想学做粉条，你教我。好。淑芳，这次真的不关大山的事儿，配方是我偷的，你们要报执法就让执法抓我吧，是我不要脸，是我做错了事儿。桂英，你说啥呢？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树林马上要结婚了，咱家没你不行，那也不能让你替我顶罪。你们回去吧，偷配方的事儿我不追究了。还不快滚！再不走，我马上报执法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赶紧走！书房作坊不欢迎你们。淑芳，这是老宅的钥匙，爸妈家留下的那间房本来应该有你的半间，当年是我不对，我把那2亩地和半间房占了，你什么都没说你就让给我了。这些年我一直觉得那是你欠我的，其实是我欠你的。钥匙我放这儿了，那半间房什么时候你想回去住就回去住，不想住拆了也行，卖了也行，怎么都行。淑芳，昨晚的事儿是桂英不对，我代替她向你道歉。淑芳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偷粉条配方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不是人。淑芳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但我得让你知道，我后悔了，真后悔了。淑芳，对不起。走吧，大山，我们也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不要再来打扰淑芳了。妈，你还好吗？他说那把钥匙是老宅的，那是真的。那把钥匙上有根红绳子，是我妈系的。她系那根绳子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。大山，这是咱家的钥匙，你收好。淑芳还小，等她长大了，你把老宅分她一半。周大山答应了，但他没有分。我等了很多年，他都没有分。后来我就不等了。妈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，我保证。傻孩子，妈信你。妈什么都不求，只盼着咱们的书坊作坊能越来越好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家人们看这边啊，咱们书坊粉条都是现做现晒，红薯粉足，口感筋道，喜欢的可以直接下单。咱们直播间人气越来越高，上个月收购的红薯全部做成粉条卖完了。太厉害了，我就知道淑芳肯定行。
咱淑芳粉条现在名声在外，好多人都想买咱的粉条呢。淑芳，你可以考虑扩大规模了。周大山，你又想打你妹妹什么主意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敢欺负淑芳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淑芳，还有半个月就中秋了，我和桂英商量了一下，想请你和云瑶今年中秋回家过。淑芳，这是哥从镇上买的月饼，你最爱吃的五仁味，快尝尝。哥，咋就一个？哥的工钱就够买一个，没事，你吃，哥不爱吃这玩意儿。哥，我一定好好学做粉条，赚钱了给你买镇上最好吃的月饼。大舅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那个家我们可不敢回。妈，你要是想去，咱就去。不去了，咱俩过挺好的，妈都习惯了。妈，看这天马上要下雨了，咱走快点，院子里还晒着粉条呢。快走！下雨了，云瑶快点，得回去收粉条。这雨一落，院子里晒的200斤粉条全毁了。妈，你慢点，安全要紧。哎呦，这可咋整？淑芳还没回来，这粉条全要淋坏了。雨太大了，咱也不敢出去收啊，一出去全湿透了。湿了就湿了吧，这么大的雨，淑芳回来也不会怪咱们的。大山、桂英，你们干啥呢？快回来！这么大的雨可把人淋坏了。这粉条是淑芳和云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，不能让大雨给毁了。大山，你病刚好，悠着点儿。大舅、大舅妈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这是？淑芳、云瑶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这次你们真该好好谢大山和桂英，雨下太大，我们都不敢出去，是他们冒着雨帮你们把200斤粉条收回来的。是呀，虽然之前他们老是给淑芳作坊捣乱，但这次是真的帮了大忙。谢谢。张婶、王嫂，今天你们辛苦了，先回家歇息吧，明天再过来。等一下，5万块，拿着。淑芳，我们不能要。对，不能要。我们帮忙不是为了钱，就是看下雨了，粉条在外面，怕淋坏了。你们就拿着吧，我们可不想欠你家什么，免得到时候又要被算计。我拿着5万块，不多，是你们应得的。你们帮我收了粉条200多斤，保住了。这些粉条能卖不少钱，分你们5万，应该的。淑芳，我不是为了钱才去收粉条的，我就是看到下雨了，想到你不在，粉条在外面就跑来了。
没想那么多，真的没想那么多。以前我做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拉电闸、掐水管、回粉条，每一件都是故意的。我想害你，我让你过不下去，我想让你回来求我。但是今天下雨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粉条不能淋坏了。那是你做的粉条，你一根一根做出来的，不能淋坏了。淑芳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还债，还一点是一点。这5万块钱我不能要，要了就变味儿了。我帮你真不是为了钱，你给钱就把我的心意给买了。淑芳，大山说的是真的，我们不是为了钱，我们就是想做点什么。以前坏事做太多了，心里亏得慌，做点什么心里好受一点，真的不是为了钱。你确定不要？不要。5万块不是小数目，你病还没好利索，今年又遭了鼠灾，家里需要用钱。家里需要用钱，我自己挣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以前要的够多了，我这辈子都还不完了。那这样，钱我先收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想要了，再来找我拿。妈，大舅和大舅妈这次居然没捣乱，真的帮了我们忙，还没要钱。他们这是咋了？真良心发现了？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，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淑芳，我想学做粉条，不是开玩笑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想了一夜，想了很多。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偷奸耍滑、坑蒙拐骗，占你的便宜，抢你的东西。那些事儿我干够了，也干怕了。我想正正经经的学一门手艺，自己赚钱，自己养活自己和桂英。淑芳，大山这次是真的想通了，我陪他一起来，我也学。我们不怕苦不怕累，就怕你不教。做粉条很辛苦，早上3点就要起来，一站就是1天，手要泡在水里，腰要一直弯着。你们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是1天2天，是天天如此。没有节假日，没有休息天。下雨了别人往家跑，做粉条的人要往院子里跑，就像你们昨天那样。我知道。而且我不一定会教得快，你们可能学了很久也做不出合格的粉条，可能要反复重来，可能要浪费很多材料，你们能接受吗？能。那好，从今天开始你们跟着我学，先从最基础的开始，认识红薯、选料、清洗、打浆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能跳，不能急。今天第一课，什么样的红薯最适合做粉条？我种了一辈子红薯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表皮粗糙的，淀粉含量高，做出来的粉条颜色浅，口感劲道。做粉条要选淀粉含量高的，糖分太高的容易粘锅，不成形。这是咱们自家地里长的老品种，表皮粗糙，淀粉足。你摸摸。还真是，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些。所以你做的粉条总是不成形，不是手艺不行，是料没选对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大山要学做粉条，谁知道呢？看看吧，别又是啥新花样。这个表皮太光滑，糖分高，不适合。这个有虫眼，容易带杂味儿。这个太小，出粉率低。别急，慢慢来。清洗听着简单，但最是精细。每一个红薯要洗3遍，第1遍去大泥，第2遍去细泥，第3遍用清水冲。指甲缝里不能有泥，表皮不能有破损。这几个留着咱们自己吃，不能拿去给客户。淑芳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？不是笨，是没耐心。做粉条的第一课不是手艺，是耐心。你连洗红薯都没有耐心，怎么有耐心等粉条晾干？把洗好的红薯碾碎，加水过滤、沉淀，提取淀粉，
每一个步骤都有讲究，水多了淀粉浓度不够，水少了机器转不动，沉淀的时间不够，淀粉里有杂质，沉淀的时间太长，淀粉会发酸。妈，你看大舅和大舅妈好好像，活儿干的一般，但态度还行。妈，这几天我担心大舅和大舅妈捣乱，一直暗中盯着他们，但他们居然没做坏事，真的是来学做粉条的。不急，再观察看看。淑芳，这能行吗？火候大了，表层有点硬，晾干之后韧性不够，容易断。下次水开后关小半档火，多煮30秒再捞。哎，记住了。哎，你说他们这回是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但我瞧着不像假的。你见过大山这么认真过吗？种地都没这么认真。想通了就好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人呐，总得给自己一条活路。妈，你觉得大舅能坚持下来吗？不知道，但他今天做的那锅粉条，歪歪扭扭的，是他这辈子做的第一锅粉条。姥姥说过，第一锅粉条代表一个人的心，心正了，粉条就正了；心歪了，粉条也歪了。他那锅粉条是歪的，但比我想象的正一点。大山，这锅能成不？这都第18锅了，前面17锅不是煮得太久，粉条断了，就是火候不够，粉条发白。没想到做粉条这么难，淑芳这些年太不容易了。淑芳，这是我新出锅的粉条，快帮我瞧瞧成不成不？这一锅成了。火候、水温、捞粉时机都对，粉条粗细均匀，韧性够，口感好，比我的还差一点，但已经能拿出去卖了。太好了，大山成了，你终于学会做粉条了。大山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。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18锅啊，换别人早不干了。淑芳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下的功夫。不，没有你教，我下再多功夫也没用。你愿意教一个曾经那样对你的人。淑芳，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，但学做粉条这件事儿，我一定不会半途而废。记住今天的感觉，以后遇到难处，想想今天就撑得下去了。淑芳，那个明天就是中秋了。上次我和大山说想请你和云瑶一起过中秋，现在大山也做出粉条了，咱们一家人能不能一起吃顿团圆饭？对啊，淑芳，你就带着云瑶回来吧，让我和你嫂子好好给你们做顿好吃的，就当感谢你们了。你不是最喜欢吃你嫂子做的红烧肉了吗？妈，不如咱们……你们的心意我和云瑶收到了，但这是书坊作坊开设的第1年，今年中秋我和云瑶要在书坊作坊过。行，淑芳，听你的。今年不行，咱就明年。
妈，大山学会做粉条了，学了18锅，前17锅全扔了。他不是个聪明人，学什么都慢。这一次他是真的下了功夫了，天天3点起来，比我还早，手让热水烫了好几个泡也没吭一声。今天那一锅我看了尝了，能卖了。虽然比我做的还差一截，但他总算把这门手艺接住了。妈，咱家的手艺没断。还有一件事，大山和桂英想让我和云瑶去他们家过中秋，说了好几次了，今天又说了，我没有答应。妈，我不是不想去，我想去，我想跟大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，想听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夹枪带棒，想和云瑶、桂英一起包个16，分块月饼，那才像一家人，那才像你走之前的样子。但我不能。妈，你教过我做人要有底线，大山是我哥，我原谅他一次又一次，甚至让他到作坊里来学手艺，我把你传给我的东西交给了他。但是妈，原谅是一回事，忘记是另一回事。我可以原谅他，但不能假装那些事没有发生过。妈，我不是记仇，我是怕我去了，坐在那张桌子上吃了他掰给我的月饼，我就又变回那个什么都不计较的淑芳了。我怕我太好说话，太容易心软，我怕我忘了那些事儿，然后有一天他又会做同样的事。妈，我不能让他觉得伤害我是不用付出代价的，所以我不能去。妈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妈，姥姥不会怪你的。瑶瑶，你还记得姥姥走的那天吗？姥姥走的时候我才几个月，太小了，不记得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每一个细节都记得。姥姥走之前拉着我的手，淑芳，我走得早，不能照顾你和你哥了，你们要相依为命，好好生活。我答应了姥姥，要和你大舅相依为命。这20多年，我一直记着这句话，所以不管他对我做了多过分的事，我都想着，算了，他是我哥，妈让我和他相依为命。但云瑶，人是会累的，心是会疼的，疼到一定程度，就不能再说算了。妈，我不是不想去，但是瑶瑶，人要有底线。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我不能忘记那些事，忘记了对不起我自己，也对不起那些年我受过的苦。如果我去了，坐在那张桌子上吃了那顿饭，他就会觉得没事了，都翻篇了，他不用再努力了，不用再证明什么了，他还会是以前那个周大山，自私的、贪婪的，觉得妹妹欠他的周大山。我不能让他这么想，不是惩罚他，是保护我自己，也保护你。我们好不容易把日子过成这样，不能让人再糟蹋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不管你去不去，我都陪你。妈，别站着了，过来坐，该吃饭了。妈，中秋快乐！瑶瑶，中秋快乐！妈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不只是中秋，还是咱们淑芳作坊开业半年的日子。半年，从一天几十斤到一天几百斤，从王总一个客户到直播间几千个粉丝。妈，咱们做到了。瑶瑶，这半年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和您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不辛苦，更何况您比我辛苦多了。妈，好像是大舅和大舅妈，大过节的，他们跑这儿来做什么？淑芳，哥和嫂子给你带了点月饼和水果。没事儿，哥不进去，东西哥给你放门口了，你记得吃。进来吧。淑芳，我们真的
可以进来吗？嗯。淑芳，这是镇上老赵家铺子的5仁月饼。我记得你小时候爱吃他家的，我问了，老赵说配方没变，还是那个味儿。石榴是自己家树上的，今年结得多，甜。香蕉是买的，大山说云瑶爱吃香蕉，就买了。坐吧。淑芳，云瑶，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咱一家人好多年没坐在一起吃顿饭了。淑芳，嫂子对不起你，嫂子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。今天过节，咱好好吃顿团圆饭。中秋快乐！还是那个味儿，20年没变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妈，出事了！咱们的直播间被平台强制封禁了。封禁？为啥啊？网上突然冒出一个视频，说吃了咱们的粉条，食物中毒，人已经进重症监护室了。不可能，咱们的粉条绝对没问题。现在全网都在转发，退单信息卡爆了后台，客服电话都被打烂了。这绝对是有人故意搞鬼！哟，这就是网纯的毒粉条做法，也不怎么样嘛。你是谁？镇上王记粉条厂老板王霸天。有何贵干？网上的视频看了吧？那只是开胃菜。是你搞的鬼！年轻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今天来，是给你们指条明路。50万。买断你的配方、直播账号，还有这破作坊，签了，网上的事我摆平。50万？你做梦！周淑芳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不签，我保证你们明天就面临天价索赔，牢底坐穿。淑芳作坊不卖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砸！谁敢动我妹的作坊，我跟他拼命！哪儿来的老狗，滚开！大山，你们敢打人？我跟你们拼了！住手！再动一下，我马上报执法。报啊！看看执法是抓我，还是抓你们这群卖毒粉条的。我已经录像了。你待人巡视滋事，私闯民宅，全网都会看到。行，周淑芳，你有种。3天时间，3天后我要让你们跪着求我收购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淑芳，这王霸天在镇上是出了名的恶霸，咱们斗得过他吗？邪不压正。他想毁了我的心血，没门儿。妈，违约金我算过了，如果这批货交不上，咱们要赔300万。红薯供应商那边怎么说？淑芳，不好了！张婶儿，坐下来慢慢说。村里的散户，还有镇上的红薯大户，全都不给咱们供货了。为什么？咱们可是签了合同的。王霸天放话了，谁敢把红薯卖给淑芳作坊，就是跟他作对。他出双倍价格，把市面上的红薯全包圆了，太卑鄙了！这是要断咱们的粮。没有红薯，明天就得停工。他敢断咱们的活路，老娘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！停车！都给老娘停车！
找死啊！这是周家村的红薯，你们想拉走，从老娘身上压过去。我们可是王老板的人，钱都付了，都赶紧滚开！王霸天算个屁！他强卖，断人财路。乡亲们，这红薯是书房作坊订好的，不能让他们拉走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给我把他们拉开！住手！王老板，在我们周家村耍威风，你找错地方了。村长，我可是真金白银买的红薯，合同是跟书放先签的，你强行截胡，不合规矩。行，红薯我不要了，我看你们拿什么卖。那个吃粉条进急救室的视频马上就会上全网热搜，书坊粉条死定了。淑芳，红薯保住了。嫂子，谢谢你。妈，红薯有了，但网上的谣言不破，咱们还是死路一条。那个中毒的人查到在哪家医院了吗？查到了，县中心医院，而且我托人打听了，那个人叫李二狗，是个地痞无赖。好，咱们直接去医院找他对质。小丫头，王老板说了，今天你哪儿也去不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让开！把手里的文件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谁敢动我外甥女儿？老东西，别多管闲事。周家村的人没有孬种，想动云瑶，先过我这关。谁敢动云瑶？谁敢动周家村的人？人太多了，撤吧。算你们狠，撤！大舅，快去医院，这里大舅盯着。你谁啊？家人们，这位就是号称吃了书方粉条，在重症监护室抢救的受害者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黑心粉条害死人啊！李二狗，别装了，这是你的病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海鲜过敏引发的肠胃炎。你胡说，我就是吃粉条吃的。好，既然你说粉条有毒，我今天当着全网10万人的面，亲自吃给你看，如果有毒，我给你偿命！家人们，我吃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书方粉条纯手工制作，0 添加。你吃的是特制的。李二狗，你在直播间几万人面前造谣，已经构成诽谤罪，3年起步，执法马上就到。别！我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王霸天，他给了我5万块钱，让我装病发视频，搞臭你们的名声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真相大白，王霸天，你等着收法院传票吧。废物，全他妈是废物！老板，咱们的订单全被退了，合作商纷纷要求解约。
芳，你断我财路，我要你的命！叫上几个敢下死手的兄弟，今晚我要让淑芳作坊灰飞烟灭。这几天不太平，我得在这守着，不能让淑芳的心血毁了。干什么的？老东西，又是你，给我打！你这！点火！我跟你们没拼了！松口！给我打死他！来人呀！抓贼呀！淑芳，快跑！哥！执法来了，快跑！你跑不了。别动，别动，老实点。哥，你怎么样？淑芳，你叫我哥了。哥，你别吓我，救护车马上来。哥这次护住你的粉条了，没给你丢脸。大山，你醒了，哥。哭啥？革命硬着呢。大舅，王霸天被抓了，寻衅滋事加故意毁坏财物，判了好几年，他的厂子也倒闭了。好，咱们的作坊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哥，等你好了，作坊的车间主任还得你来当。我能行吗？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行。这批货是发往省城的，包装都给我盯紧了，一根断的都不能有。大伙儿歇会儿，喝口汤。家人们，今天咱们合作社的产量又创新高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3号链接上车。淑芳姐，真有你的，短短半年把作坊做成了全县最大的合作社。王总过奖了，这都是一家人齐心协力的结果。淑芳，这日子以前做梦都不敢想。哥，嫂子，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1、2、3，茄子！走过路过，免费试吃正宗红薯粉。味道不对，你们是骗子！哎，你这老头怎么砸场子啊？云瑶，别冲动，这粉条是糊弄人的玩意儿。大爷，我们合作社每天发货上万单，好评如潮。我不管什么单，这粉条没有灵魂，难吃。你这人讲不讲理？我妈做粉条20多年了。20年又怎样？味道不对就是不对，你们这招牌该砸了。大爷，您消消气。我要砸了这骗人的招牌。妈，这老头肯定是同行派来捣乱的，报执法。大爷，您说味道不对，那你想吃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不对，这不是我要找的粉条。这老头不会是精神有问题吧？粉条，热乎的粉条，救命的粉条。等等，这手表，大爷，您是不是姓梁？梁，我不知道，我要吃粉条。妈，你认识他？云瑶，快把他扶进屋里。妈，
他刚刚还砸咱们场子呢。听话，扶进去。他可能是我找了20年的恩人。大爷，您尝尝这碗。不吃，不是这个。妈，他到底是谁啊？20年前，我刚进城打工，钱被偷了。这事儿您提过。那时候我饿了3天，倒在一家食品厂门口，是那家厂的梁厂长把我扶进去，给了我1碗热粉条。就是他。粉条，我要吃粉条。妈，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应该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那咱们帮他找家人吧。家人要找，但这碗粉条我也一定要做给他吃。可是他连咱们现在的招牌粉条都说不对啊。当年那碗粉条味道确实不一样，那是食品厂大锅里熬出来的，带着一股特殊的焦香。焦香，对，焦香。他有反应了。大爷，您是不是想吃带焦香的粉条？我不知道，我要回家。妈，这焦香怎么做？把粉条烤焦吗？不对，是汤底。当年食品厂用的是大铁锅，锅底的红薯锅巴熬进了汤里。红薯锅巴汤？走，去厨房。今天我一定要把这味道复原出来。别走，我饿。梁厂长，您等我，淑芳马上给您做。妈，这都第3锅了，火候还不够。红薯锅巴必须熬出金黄色，不能糊。可是大舅那边说今天发货还差几百单呢。发货的事儿让大舅盯着，今天天塌下来，我也得把这碗粉条做出来。好香！梁厂长，您闻出来了？不是这个味儿，差一点儿，还差一点儿。妈，会不会是他记忆混乱，根本没有那个味道？不可能，那种味道刻在骨子里，他忘不了，我也忘不了。当年那碗粉条里，除了焦香，还有一种酸。酸？老陈醋吗？不是醋，是一种很特别的酸味。酸菜。酸菜？酸菜坛子底下的酸水。对，是老酸菜水。当年厂里食堂有几口大酸菜缸，师傅做汤喜欢加一勺酸水提鲜。可是咱们作坊现在没有老酸菜水啊。张婶家有，他家那口酸菜缸传了30年了。云瑶，快去张婶家要一碗老酸菜水来。好，我马上跑一趟。梁厂长，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小丫头，别哭。梁厂长，您认出我了。粉条，我要吃粉条。好，马上给您。妈，酸菜水拿来了。张婶说这是最底下的原浆。好，火候刚刚好。这个味儿就是这个。妈，她闻出来了，马上出锅。梁厂长，您的粉条。好吃，对吗？是这个味道吗？好吃，真好吃！太好了，终于做出来了。你是当年那个倒在厂门口的丫头？梁厂长，是我是淑芳。淑芳啊，你长大了。梁厂长，2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我生了这病，什么都记不清了，就记得当年那碗粉条，总觉得没吃够，想再吃一口。梁爷爷，您以后想吃多少，我们给您做多少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梁厂长，您怎么了？我的药。妈，他发病了，快叫救护车！妈，医生说梁爷是劳累过度，加上没按时吃药。他家人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他儿子在外地，马上赶过来。他儿子说梁爷爷走失快半个月了，一直在找他。
半个月，他一个人在外面怎么熬过来的？妈，梁爷爷潜意识里一直想找你，找那碗粉条。当年他救我一命，这碗粉条是我欠他的。梁厂长，你醒了。淑芳啊，我在这里。那碗粉条真香啊！您要是喜欢，等您好了，天天给您做。不用了，吃到了，心愿就了了。你现在出息了，把粉条做这么大，都是您当年给我的底气，没有您，我早饿死了。手艺要传下去，不能丢。梁爷爷，您放心，我和我妈一定会把淑芳粉条传下去。好。妈，梁爷爷睡着了。云瑶，回去后把那款带焦香和酸汤的粉条加入咱们的新品，名字叫什么？就叫报恩粉条。好。